在我手上呢，就是 ASUS 最新登场的 ZenFone 11 Ultra， 也是自从 ZenFone 8 Flip 以后，华硕再次以 ZenFone 系列推出大萤幕手机的首款产品。说真的，在拿到 ZenFone 11 Ultra 实机之前，我自己内心有很多的想象和 OS， 原因就是 ZenFone 11 Ultra 明显是自家的兄弟机种嘛，所以 ZenFone 11 Ultra 在很多面向的表现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的。像是今年换的新萤幕，在亮度、色域、色准都是旗舰第一梯队的表现，又或者是华硕推的旗舰手机，在效能释放上肯定也是无需多言，一定是同级当中更积极释放的存在。加上今年的 A Gen 3又真的很强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对 ZenFone 11 Ultra 最大的疑问就是，嘿，华硕，你到底想卖多少钱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我们拉出华硕目前的产品线来看，华硕自家顶级电竞旗舰 ROG Phone 8 Pro 起售价大概是35,900，根据不同的版本一路到45,900都有。而前一代的 ZenFone 10则开在最便宜的19,990，最高也才25,900的价位带。这年头开在2万内的旗舰机，真的是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要稀少了。少数还维持 CP 值取向的旗舰，而大家不觉得19,990到35,900这当中，根据3C 产品的套路，这中间感觉就是少了什么东西啊？所以说回来 ，ZenFone 11 Ultra 的存在是不意外，也乐见其成啊。毕竟华硕 ZenFone 系列是真的很久没有回应市场对于大萤幕手机的期待了。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开价啊，我现在是还不知道，但只要开价开得漂亮 ，ZenFone 11 Ultra 就会从兄弟机变成华硕香香机。最后讲一个，喜欢单手掌握手机的朋友，懂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或许今年还有惊喜吗？至少华硕在 ZenFone 11 Ultra 上没有把话给说死，并且先前也传出今年 ZenFone 11会大改码，所以至少我自己会继续期待的。那这样看起来，这只手机叫做 ZenFone 11 Ultra 是不是一切就完全合理了？同时 ASUS 也在 ZenFone 11 Ultra 上加上了很多新的 AI 功能，我们稍后也会详细来看。这期节目帮你团队一样，尽可能把大家想知道的效能表现都测了，究竟实际表现如何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外观看起。我手上的就是这次的 ZenFone 11 Ultra， 这次总共有4种颜色，我们也都凑齐了，一次看清楚。这次 ZenFone 11 Ultra 的主要视觉就是透过后盖上的亮面和雾面 coating 分区，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表面上来自自家 ZenBook 系列笔电同款的几何30周年纪念 A 字 logo， 在设计上依旧是 ZenFone 一贯简约、大方、活力的形象。而在选色上，今年总共有永恒黑、沉淀蓝、迷雾灰、珊瑚粉，总共4种颜色可以选择。其中，我觉得以质感来说，我自己最喜欢今年的黑色。第一个原因是，今年的黑色是真的黑得很彻底，正着看没有光的时候，就是一只简练低调的黑色手机。而如果在有光侧看之下，雾面玻璃的质感，配有 A 字线条的勾勒，在风格上也更显利落，一体性也是这次4个颜色当中最好的。不过还是有点意外。今年 ZenFone 11 Ultra 的背盖居然换成了玻璃材料，没有延续 ZenFone 9和10颇受好评的背盖。不过往好处想，玻璃的散热表现也会更好。而在机身配置上，所有的按键都在右侧。ZenFone 系列没有游戏按键，不过在底部同样保留了2024的黑科技 3.5mm 耳机接口。卡槽也在机身底部，采用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，没有 microSD 卡槽。充电孔在底部靠左的位置。所以建议手机萤幕朝右方拿，才不会卡到线哦。然后我们有发现一个小地方，我相信应该不是华硕设计的原意。不过这个凸起的相机模组，本来以为会很卡手，结果反而你像我这样拿的话，会有点类似手把的效果，比想象中的握感更好。我们也特别测了一下，原神半个小时，镜头区块也就34度，所以不会有发热的感觉。对了，ZenFone 11 Ultra 同样延续了过往 ZenFone 旗舰必备的 IP68 防尘防水。我们这边也实测重量，落在225克，大约比 ROG Phone 8系列再轻了3到4克左右，所以整体的手感是差不多的。并且虽然说是大萤幕手机，但因为华硕在背盖边缘有做曲面收边，边缘握感还是比较平顺的。而在盒装上，今年跟进了环保盒装的设计，除了在包装上全面采用回收纸质材料之外，今年在盒装内就没有随附充电头了。不过 C2C 传输线和随附保护壳这个传统，到时候保留下来。
好，看完了外观，我们先来看影音娱乐。这次 ASUS 在 ZenFone 11 Ultra 上换上了新荧幕，正面覆盖了最新的康宁大猩猩 Victus 2玻璃，荧幕规格上采用的是跟三星定制的16发光材料，6.78寸 Full HD Plus Flexible AMOLED 的荧幕。在游戏之下，最高可以开启144赫兹的高荧幕更新率，而在系统内则是支援1到120赫兹的 LTPO 自动更新率调节。在设定选单内，也可以看到120赫兹、60赫兹以及自动3档更新率选择。而在选择自动档位之下，可以看到当你在滑动的时候，系统会120赫兹运作；当你手指离开萤幕几秒之后，系统就会自动降到1赫兹；当你手指再次滑动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跳回120赫兹。在 AOD 之下，如果还有画面移动，系统会是30赫兹；若是完全静止，就可以降到1赫兹，达成省电。不过在我们的实测当中，自动档位下 YouTube 会直接锁定在60赫兹，目前也不会根据24、30或是60 FPS 的影片自动对应更新率，全程都会是60赫兹。这个滑硕感觉可以再调一下，至少在滑动界面的时候可以回到120赫兹，在体验上也会更加流畅。此外，目前开发者选项中的内嵌更新率显示似乎有点延迟，并不会在碰到的当下马上跳回120赫兹，但对一般使用者在体验上没有影响。目前我是直接选择全程120赫兹这个模式，因为即使是选120赫兹，在静止之下一样会降到24赫兹，达成省电。AOD 也会跳到1赫兹，但是 YouTube 可以全程120赫兹。重点是 ZenFone 11 Ultra 有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怕什么？直接全程120赫兹最爽啊！对了，在生物安全辨识上，这次的 ZenFone 11 Ultra 支援了脸部和荧幕下指纹辨识两种生物解锁，速度都非常快。并且指纹也放在靠上中间的位置，给个好评。而在荧幕亮度上，就是这一次提升的重点了。邦尼也直接实测，在强光全白荧幕亮度下可以达到1730尼特，ZenFone 10则是只有大约800尼特，10%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都可以达到2577尼特的顶级表现。上一代只有1000尼特，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提升幅度吧？并且我们也触发峰值亮度。的确可以达到2734尼特，甚至超越华硕标示的2500尼特啊！华硕这块萤幕的亮度表现是真的猛，并且这块萤幕也做到了视觉上的4边等宽，3边都做到了1.6 mm， 底部大约是2.2 mm。但即使你不仔细看，是很难发现啦，在观感上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至少不是厚厚的大下巴。接着我们来详测色域色准。在显色表现上 ，ZenFone 11 Ultra 提供了最佳、自然、剧院、标准4档模式。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，直接讲重点。如果你追求的是色准，那就在标准和剧院两种模式下选择。标准模式对应的就是 sRGB 显示模式，色域范围会被限缩在 sRGB 之下，达到 98.99% 的色域覆盖。同时色准也很亮眼哦，Delta 只有 0.5，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代表色准够准的意思，而 0.5 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啦。而在剧院模式下，就是对应 P3 色域，达到 98.5% 的 P3 覆盖。同时 Delta 更只有 0.2， 色域色准完全给过。那其他两个模式呢？从结果上来看，最佳模式的调教就是遵循 P3 色域，但 CCT 更偏向讨眼球的冷白色，来到 7600K，CCT Delta 来到 10.8， 而自然模式就是完全不管标准了，能撑多大就撑多大。这时候显色也最鲜艳，但 Delta 也是来到 10.7 左右。如果你不在乎色准，就是要荧幕最大的原生表现，那就是这个选项了。接着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大家期待的效能测试。邦尼团队手上的 ZenFone 11 Ultra 搭载的就是最新一代评价很好的高通旗舰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 3，采用台积电制程，再搭配上 16GB LPDDR5X 的 RAM， 以及最高 512GB UFS 4.0 的储存空间。以均衡旗舰来说，这个规格也是点满了。这代还有一个大重点，就是随着手机 SoC、NPU 在这几年高速发展，离线运算手机的 AI 也成为了可能。华硕在 ZenFone 11 Ultra 上也带来了7款 AI 应用，并且都专门为繁体中文特别最佳化。首先第一款是在录音 App 当中，华硕加入了 AI 录音笔记的功能，在你录音的时候，只要选择转文字这个选项，AI 就会自动将语音转成文字，繁体中文也可以哦。根据华硕说明，系统会自动统准录音内容的断点，接着直接更新一整段出来，并不会逐句显示在画面上。而在你录音完成后，就可以直接在录音清单中看到辨识出来的文字。你也可以点击你要的段落，系统就会自动跳到对应该段的录音描述。
左上角则是有一个生成摘要的功能 ，AI 就会帮你把录音当中的重点整理成简短的文字叙述。不过如果你的内容太短 ，AI 就无法帮你整理出摘要。不过特别说明一下，目前 AI 功能还在完善的最后阶段，所以我们测试的也还是体验版本。后续正式版会透过 OTA 更新到试售版机台。第二款 AI ASUS 做在了通话功能上，除了可以开启 AI 语音降噪之外，这次还新增了 AI 即时通话口译，这个也蛮好玩的。这边也直接示范，当你开始通话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右下角出现了一个通话翻译的选项。进来之后，系统会先播放一段说明，告诉对方现在正在翻译通话。The other part is using translation function now. You will hear the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. 这个时候，当你讲中文，例如我说。我想要预定今天晚上的餐厅，大概几点有位置呢？系统就会自动把你说的中文翻译成英文说给对方听，而对方回复讲的英文，系统就会转成中文讲给你听。好的，我们还有晚上8点的桌子，你派对有多少人？不过目前中翻译的精准度还有提升空间，像是这边我说几点有位置，它翻成有几个点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华硕这个 AI 通话翻译，全程对方都听不到你原始的声音，但你也不会听到对方原始的声音，全程都是 AI 语音完成沟通的。在画面上则是会显示双方全程对话的原文以及翻译后的结果。我觉得目前玩下来的好处是，翻译和本人的声音比较不会叠在一起，但相对的，无法听到原始的声音，就少了有点情绪的感觉。对了，这次内建通话以及画面上的3款通讯软体也都可以支援通话录音的功能。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，华硕这个叫做 AI 即时通话口译，是可以直接透过输入文字进行通话的。意思就是你可以全程用打字的完成通话，然后如果你把你的语言和对方的语言都选择繁体中文，那也可以做到 text code， 也就是纯文字通话的功能。华硕这个应该也是台湾首款支援繁体中文的 AI 通话手机了。第4个 AI， 华硕做了 AI 桌布。现在你在变更桌布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跳出 AI 智慧桌布的选项。点进来后，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主题，例如选择科幻，接着选择你喜欢的背景，选这个好了，接着选色调，我选鲜艳，最后选灵感，有几个形状，甚至有 ASUS Monogram 的 logo。首次使用会需要下载大约3GB 的 AI 套件，接着开始产生，系统会一次产出1张 AI 桌布给你，接着点选套用就成功了。最后一个 AI。华硕做在了搜寻上，官方叫做 AI 搜寻助手。例如照片智慧快搜，可以直接输入时间、地点，你想找的画面内容 ，AI 就会直接帮你找出符合的照片。同理，在系统设定和桌面的 App 搜寻也都可以做到智慧搜寻。例如你打 social 就会跳出 Facebook、Instagram 等等，不用明确打出 Facebook。对于忘记 App 名称或是想要找设定里某个功能也会比较容易。还有2个拍照相关的 AI， 在后面的相机段落再一起介绍。好，聊完了 AI， 我们继续来测效能表现。在效能模式上，系统内提供了高效能、动态效能、长续航以及超长续航4档选择，并且在游戏的时候，也可以从侧边往中间滑动，开启游戏精灵控制中心。上面这边就可以快速调整效能设定档。你也可以把萤幕更新率调整为最高144 Hz。虽然 AI 游戏相关的功能目前是 ROG 专属，不过像是开启防务处、阻挡通知、来电。并且最棒的是 Zenfone 11 Ultra 同样支援旁路充电，可以直接供电给主板，就不会经过电池造成发热了。而在实际效能表现上，我们就详细来测。首先还是带大家来看基础的效能测试，反正就是目前的顶级效能啦，大家轻松看过去就好。首先看到 CPU 效能 ，Zenfone 11 Ultra 在 Geekbench 5的多核释放，目前似乎有点保守，拿下了单核1700分，多核5659分，这个多核效能明显没有放开。不过若是看到的 Geekbench 6的表现就正常多了，单核拿下2319分，多核7220分。我们也直接跟 Agent 2对比，单核提升来到了14%，多核的差距更是来到了25.5%，几乎完全释放了 Agent 3的潜力。而在 GPU 部分，帮你直接实测 3D Mark Wi-Fi Stream Zenfone 11 Ultra 拿下5228分，相较起上一代的 Agent 2，提升达到了41.7%，GPU 又翻了4成。相较起再上一代的 Zenfone 9采用的 A Plus Gen 1相比，提升更是来到了86%。今年 Agent 3的 GPU 是真的很猛啊！理论上呢，我们就快速带过，实战才是重点。好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效能实战环节。今年，团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，帮你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。
PUBGM 我们就不测了，对Zenfone 11 Ultra 来说毫无压力，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软体原神。我们这次测的一样是连续半小时的原神须弥。首先测动态效能模式，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，平均帧数落在了53.4帧。不过从正例图上就可以看到华硕是有意稳正的，平均53.4并不是上下浮动的结果，前面9分12秒都可以稳在60帧一直线。随着温度上升之后的21分钟，Zenfone 11 Ultra 就一路稳在50帧，后面有几条试图重回60，但很快的又摸到温度墙回到50帧。但50帧一条线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你不会感受到游戏突然卡顿的感觉，一路都平顺，体验上比不断上下跳动好多了。重点是温度表现非常可以，正反两面都只有40度左右。而在高效能模式下，这个锁50帧的时间也从9分钟延长到了10分14秒左右，调校策略相同，并且这时候的功耗控制也很不错，平均只有5瓦，正反两面也都控制在41到42度左右。毕竟师出同门嘛，以均衡旗舰的角度来看，Zenfone 11 Ultra 的游戏体验也是前段的表现了。接着我们来换游戏，来测崩铁30分钟，我们就直接测最高效能档位了。可以看到崩铁的负载真的大，平均帧数落在50帧，前6分钟可以稳稳的60帧一直线，在6分钟到22分24秒这一段，还可以大致稳在50帧上下的表现。但是在这之后就比较明显的掉帧了，直测正反两面温度都在42度上下。最后我们来看 Sandy 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，直接测高效能模式，稳定度达到 82.4%， 这时候的温度真的超级烫 ，A Gen 3的 GPU 真的不好惹啊。这时候的机身正反两面都达到50度左右，非常可观。不过这也让 Zenfone 11 Ultra 在过热降频后的最低分已经高于上一代 A Gen 2的 66%， 也就是降频后还是高过 A Gen 2的最佳状态 1.66 倍，你就知道 ASUS 到底炸出了多少性能了。而在续航力部分 ，Zenfone 11 Ultra 搭载5500毫安时的电池，帮你实测，在120Hz 模式下就可以达到15小时25分的表现。所以5500毫安时大电池加A Gen 3非常优秀的能耗，以及最新的 LTPO 萤幕，这个续航也是真的没话说。对比上一代小旗舰 Zenfone 时，落在10小时42分的表现，大约多了44%，大真的是有大的好处啊。在充电部分 ，Zenfone 11 Ultra 同样支援最高65瓦快充，也支援15瓦的气无线充电。我们实测65瓦有线充电下，15分钟可以充43%，半小时可以充87%，完整充满耗时45分57秒，大约46分钟就能充满了。最后在生态系上，华硕本来就有 Glide X 的手机连接码，透过这个 App， 你就可以在任何 Windows 笔电上同步显示手机的画面、传输档案，甚至分享手机相机画面到手机上等等。同时 ，Zenfone 11 Ultra 也支援 Windows 内建的 Phone Link 功能，可以做到在电脑上通话、传送、接收简讯、同步手机上的通知等等。最后来看 Zenfone 11的一大重点，也就是相机表现。随着机身尺寸变大 ，Zenfone 11 Ultra 搭载了3镜头配置。采用了主镜头、超广角加3倍长焦的3镜头配置。主镜头采用的是 1.56分之1寸5圈画素的 Sony IMX890 感光元件，并且同样采用了 ASUS 这几代主打的6轴防手震 Hybrid 云台，也升级到了 3.0 的版本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个正负3度的防手震位移范围是真的非常大。你也可以在设定中开启云台提示的选项，界面上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白色小圈圈，只要确保中间这个点点不要超出圈圈，就可以在防手震修正可以 hold 住的范围里面。此外，受益于 NPU Zenfone 11 Ultra 也延续了 Zenfone 10 AI 图像最佳化的功能，也就是系统会自动辨识画面上的物体，例如人物、天空、建筑，然后再分区套用对应的演算法，最佳化拍摄效果。而在软体上 ，Zenfone 11 Ultra 同样支援了 Adapted EIS 的功能，中文叫做智慧防手震。简单来说，系统会透过陀螺仪去感受晃动幅度，当你剧烈晃动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把裁切程度开到最大，让画面保持稳定。而当晃动变小的时候，它就会平滑的降低裁切范围，让画面变回宽广。比较特别的是 ，ASUS 今年也强化了超级防手震的演算法，也就是透过超大裁切，达到即使是大力晃动也稳定。不过，因为在这个模式下，最高只能选择 FreeSD 60，我是建议有极限晃动场景，拍得到大于拍得好的前提下再开启，要不然智慧防手震明显是更加智慧好用的方案，最高也可以漏到 4K 60的规格。
接着，因为2颗镜头分别是1/3寸的 OV-13B 1300万超广角，这个超广角也蛮特别的，采用的是自由曲面的设计，可以降低边缘变形的状况。长焦则是 OV-1/3寸3200万的3倍光学长焦，最高提供30倍的数位变焦，不过系统会自动4合1，最终输出是800万画素的长焦照片。虽然 sensor 不算特别大，但这颗3倍长焦也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，可用性还是高了不少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代依旧只有主镜头支援 4K 60的拍摄，最高可以达到 8K 24 FPS， 超广角最高支援 4K 30，长焦则是最高 Full HD 60。自拍镜头则是 Full HD 30。而在新功能上，华硕这一代也加上了由 AI 演算法驱动的 AI 人像录影，也就是 AI 会及时将主体与背景分离，并且模糊画面，达到即时景深运算的效果。目前最高可以录制 4K 30的规格。可以看到，系统在抓到主体的时候，预览上就会显示白色框框。以下也提供一段实拍样片让大家参考啦。这边也补充一下，这个散景效果是在拍摄当下就运算完成的，无法事后调整哦。此外，还有一个 AI， 华硕也升级了光轨模式，你可以直接透过手持拍摄车轨、光轨等等。特别的地方是，现在烟火也可以 ，AI 会自动完成叠图和曝光修正。而在实际拍摄效果上表现如何呢？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。此外，华硕也说明，他们加上了一套称为超清晰变焦的 AI 长焦演算法，在 AI 的加持之下，这颗3倍光学长焦镜头也可以达到接近10倍的无损效果。以下也提供样张让大家参考。此外，这次的自拍镜头采用的是3200万的 RGBW 的 sensor， 增加了 W， 也就是白色像素，也有助于低光下的进光量，并且这颗镜头也能拍摄90度的广角画面，多人自拍也更加实用。以下也提供几组自拍让大家参考啦。最后提供一段 4K 60的样片让大家参考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，希望大家来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囤的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我是李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